普京称中俄有军事技术合作，那么中国现在还有什么需要俄罗斯的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西方非常担心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结盟。虽然中国一再表示自己处于中立地位，当前中国与俄罗斯展开军事合作的问题非常敏感。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军工企业的全面崛起，俄罗斯军工已经变得相对衰落。很多人认为中俄已经不存在军事科技合作的空间了。其实中俄之间没有上限的战略互信，当然不是空口白牙的说法，而是实打实的。其实呢，这里面也包括军事科技合作。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与中国建立军事联盟，没有威胁到任何国家。他还强调，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没有任何秘密，并且指出西方已经开始建立类似于二战前德意日三国联盟的新轴心。普京说，我们在军事技术相互关系方面有合作，我们没有隐藏它，我们的一切都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中国引进军事科技原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俄罗斯，第二个是乌克兰。说实话，乌克兰在历史上给中国的帮助可一点也不比俄罗斯少。原因很简单，因为乌克兰与中国开展技术合作主要是为了经济效益。因为乌克兰的军工产业虽然很强大，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很高的需求，只能靠出口获益。相比而言，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科技合作，它的顾虑会非常多，其中就包括不能够让中国获得与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军事技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俄在合作研制常规潜艇项目上就失败了。俄罗斯在与中国合作时，往往不大愿意转让技术，有一些项目拖了几年之后，中国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再需要俄罗斯了。所以能合作的项目现在可以说凤毛麟角，并不太多。中国引进俄罗斯武器技术的最后机会，给了 S-400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和苏35战斗机，后来呢还引进了一些航空发动机。现在可以明确地说，中国除了引进重型直升机以外，几乎不再需要俄罗斯的常规武器，甚至呢都不再需要俄罗斯的先进发动机了。当然，俄罗斯也不会向中国转让涉及攻击性核武器相关的技术，更不可能把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技术与中国分享。中俄军事合作的未来会体现这么一个特点：共同对付美国的军事霸权。那么普京所说的中俄已经展开合作的军事项目又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应该想到，可能与国家的导弹防御系统有关。过去普京就说过，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打造反导系统，这恐怕是俄罗斯愿意拿出来，而中国也需要学习的非常罕见的领域。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已经沉淀了几十年，可以帮助中国少走一些弯路，但是相信中国很快就会在这个方面超过俄罗斯，因为我们现在是真的有实力，只是缺少一些经验。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对中俄过去军事合作的不平衡感到难以理解。因为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的崛起，俄罗斯似乎仍然没有改变老大哥的心态，一直处于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技术支持的角色，哪怕在自己落后的领域，也不大愿意从中国引进武器，比如察打一体无人机、远程火箭炮等等。现在俄罗斯甚至出现了停止向印度和土耳其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情况，这充分证明俄罗斯的军工过去在武器供应链上也是只依赖西方国家的产品。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的拉垮表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层缺少开放心态。普京这次提及中俄军事合作，又说中俄没有军事结盟，非常好地阐述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俄罗斯未来在军事科技领域如何发展，恐怕很难逃避要从中国引进技术这个问题。虽然这听起来
会让俄罗斯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俄罗斯如此，面对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军工技术正在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目前的水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